中国经济每况愈下，一月不如一月。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常会，下半年经济就是主题。然而，一切似乎仍在习近平化的圈子里打转，经济正在崩溃的路上越走越远。川普那边则是好消息不断，与欧盟的贸易协议让中共的算计彻底破产。北京在贸易战中显得行之隐单，只好绑上普京的俄罗斯战车。其实中南海要摆脱困境，其实一点也不难，不用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关键就在能不能与7亿农民交朋友，给他们应有的经济实惠，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国经济自然能够向消费转型。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邵峰。中共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6月份的 49.7 降至 49.3， 自今年4月以来，该指数连续低于50的荣枯线。低于50意味着活动收缩，高于50则意味着扩张。此外，中国7月份的官方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指标均在减弱，这意味着在今年上半年实现有韧性的增长后，经济可能放缓。生产指数从6月份的 51.0 降至7月份的 50.5， 新订单指数从6月份的 50.2 降至 49.4， 新出口订单指数从6月份的 47.7 降至7月份的 47.1。 眼下中美双方正寻求延长关税休战期，但尚未达成新协议。就在这份低迷数据出炉的前一天，中共领导层表明他们不会推出额外措施来扶持经济。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表示，不会推出新的刺激措施，而是将重点放在落实已有政策上，并要解决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黄子春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释放出刺激信号，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今年下半年会有所复苏。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常会依然回荡着习近平昨天的讲话，主题是下半年经济工作。从官媒的消息来看，李强似乎还是在习近平画下的圈子里办事，他还是那个本分守职的店小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不一样了，在他的眼里，如果不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革，中国经济就会走向崩溃。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贝森特7月30号在布莱特巴特门户网站组织的活动上说，我认为中国模式，他们的经济模式开始崩溃，他们似乎觉得重力定律对他们不起作用，尤其在房地产领域。现在他们正经历房地产市场危机，而在我看来，中国持续向市场倾销廉价商品的做法很快会让全世界厌恶。贝森特认为，中国必须重新平衡其经济，他们的经济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不平衡的，制造业占了 30%， 他们的经常账盈余相当于全球 GDP 的 2%。自19世纪70年代和1980年代大英帝国时期以来，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我刚才说，现在全世界都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在4月和5月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看起来像是孤军奋战对抗世界。眼下，中国和美国处在事实上的贸易战状态。7月28号，中美两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这一轮谈判是中美两国间的第3轮高层贸易磋商，但没有达成任何重大成果。是否会延长休战期限，贝森特强调，美国与欧洲联盟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框架，这是全球2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议。除了欧盟，美国还与英国、日本、印尼、菲律宾和越南达成了关税协议，这对北京已经形成了合围之势。这就是贝森特指出的，现在全世界都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对川普是一个大大的利好。从去年的贸易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预期将获得约9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还有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即将涌入美国。这是个让中共吐血的结果。习近平的强硬最初可能延缓了川普的合围攻势，而川普还是一个接一个拿下重要的堡垒，
北京将陷于孤立，只能牢牢抓住俄罗斯了。中美休战期是否能够继续延展，主动权握在川普手中，而中国是否会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或许是能否获得关税暂时休战的关键。贝森特在中美瑞典谈判结束后对媒体表示，美国官员已警告中共政府，如果对方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贝森特警告中共，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授权总统对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最高达 500% 的关税法案。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7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或整个欧盟很可能会加入进来，实施2级关税。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宣称，中方将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共这是明确拒绝了美方的要求。中国是俄罗斯原油的大户，如果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的要求，将有可能面临新的制裁，其后果可能是关税休战8月12日到期后不再延期，或如贝森特所警告的，可能征收100%的2级关税等等。习近平似乎已经被牢牢绑在普京的俄罗斯战车上。欧盟与中共改善关系的一大障碍就是中俄关系。欧盟要求中共放弃支持俄罗斯继续战争的努力，但遭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明确拒绝，称中共不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否则美国将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共。因此，川普要求中共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中共却不理不睬，因为他铁了心支持俄罗斯，让俄罗斯的经济可以支撑俄乌战争。法广报道指出，如果贸易休战不延期，如果延期到某一个阶段突然中断，川普与习近平的北京会谈还会有吗？7月28号晚间，川普发文强调，除非习近平邀请，他才会前往中国，否则没有兴趣。中共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即使没有陷入僵局，也是一事无成，其拖延战术只能让美国的包围越来越严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今年7月9号参加智库法国亚洲协会在巴黎举办中国主题高峰论坛期间，应邀接受了法广中文部专访。本来，川普第2任发起的关税战不只是针对中国，但中共自己跳了出来，强硬抵制。中共还想拉拢欧盟一道反对美国。中共外长王毅不久前结束在欧洲的访问，原本目的就是这个，但欧盟与美国最终达成了贸易谈判，把中共晾在一边。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在中共这里，并没有把敌人的敌人变成朋友。黄亚生教授解释说，其实中国要跟美国进行贸易战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去联合其他的国家，只要联合自己的7亿农民就可以了，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取消他们的户口制，保护他们的产权、投资，特别是土地的权利，这些会调动他们的收入，调动他们的消费积极性。中共体制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是要进行控制，而不是提供福利。中共想的最多的问题总是，没有这个福利我们怎么去控制，而不是想如果提供福利，以后就不需要控制了，这才是现代政府的思维。如果把福利做得很好的话，谁会天天上街去游行呢？政府做得好，自然而然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正在大幅度的下跌，这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中共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消费力非常贫弱，国内市场不能够吸收过剩产能。根据高盛集团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差不多会影响到中国大概1500万到2000万人的就业，就是说影响非常非常大。中国国内有人说，中国可以到金砖4国、到俄国等国去开发市场。俄国经济总的体量只相当于一个中国广东省，即使把俄国的所有产能都拿来，也就解决广东省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政策调整问题，是一个会不会放弃这种国家主义的模式问题。目前，
中共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达到了中国制造2025指标的企业，没有看到他们的专利增加，没有看到他们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增加。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指标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提高这些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出这样的迹象，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话，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就业越来越困难。随着就业越来越困难，老百姓收入就越来越困难，这就会引出很多其他的问题。因此，提高中国7亿农民的消费能力非常关键。因为看一个国家是否发达，重要的不是有多少高楼大厦，而是个体在这种制度下能否安全的生活。一个国家的目标不应当是赶超美国，而应该是改善自己老百姓的生活。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